在土耳其举办的第8届中俄国际展览会上，俄罗斯隆重推出了 GTD110M 型燃气轮机。这一举动无疑是对外发出的一个强有力信号。这款由俄罗斯技术集团倾力打造的首台高效燃气轮机，其潜力巨大，不仅能为整个城市供能，也能满足航空机队的电力需求，并且效率高达 36%。这项技术成就堪称能源创新领域的一次重要飞跃。然而，除了其在工业上的应用前景，这款涡轮机是否也预示着航空航天推进技术即将迎来新的突破？又是什么原因使得其在中国的首次亮相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意义？让我们深入探讨。俄罗斯之所以过去高度依赖西方的大容量燃气轮机，主要归因于苏联解体后地缘政治和工业格局的深刻变化。在苏联时期，大型燃气轮机的生产是战略性的分布在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其中位于乌克兰的日照马什普罗工厂等关键设施承担着包括俄罗斯海军所需的燃气轮机在内的生产任务，而当时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RSFSR 则更专注于航空发动机的制造，而非燃气轮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失去了对乌克兰涡轮机制造能力的控制，这使其在先进海军及发电装备的生产和维护方面面临着无法独立自主的困境。在20世纪90年代，诸如 GTD11、北风等本土燃气轮机的研发工作遭遇了严重的技术瓶颈和早期缺陷，导致项目进展受阻，甚至被迫终止。因此，为了满足国内的能源需求，俄罗斯不得不日益依赖从西方进口涡轮机，尤其是像西门子这样的欧洲主要制造商的产品。尽管这种做法在经济上带来了一定的效益，并加速了发电能力的部署，但也随之形成了战略上的脆弱性。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限制涡轮机出口的制裁，这使得莫斯科将能源独立提升到了优先地位，并开始着手重建国内的涡轮机制造能力。值得一提的是，位于列宁斯克的 ODK 土星公司最终克服了早期的技术难题，开始批量生产性能更高、重量更轻的改进型涡轮机。与此同时，动力机械公司也投入了庞大的研发团队，致力于开发新型涡轮机，例如 GTS170 型号。此次重新启动国内涡轮机生产的计划，实际上是自2018年以来由政府主导的一项更广泛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在于提升俄罗斯的能源安全，降低对进口的依赖，并维护关键的工业能力。苏联时期工业地理格局的遗留影响，加上随后的政治经济动荡，以及涡轮机研发过程中遇到的技术挑战，共同塑造了俄罗斯重新获得涡轮机自主生产能力的复杂历程，深刻地揭示了历史、技术和地缘政治因素在支撑国家能源基础设施方面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预计到2024年 GTD110M 型涡轮机将实现量产，而 WAM 也将进入批量生产阶段。初期计划年产量为2台涡轮机，这标志着在替代进口涡轮机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那么这款 GTD 系列的燃气轮机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呢？ GTD110M 是俄罗斯联合电气工程公司 UEC 自主研发的一款先进的单轴燃气轮机，其主要目的是替代原先进口的大功率涡轮机，其轴功率大约在110至118兆瓦之间，发电量约为110兆瓦，热效率高达 36%。该机组的转速为每分钟3000转，专门为燃气轮机电站及联合循环配置而设计。此外，其燃料适应性非常广泛，可以使用天然气、石油气以及液态燃料如煤油和柴油运行。根据燃料类型的不同，该涡轮机每小时的燃料消耗量大约在23000至28200千克，排气温度约为517摄氏度，流量接近每秒362千克。该机组的长度约为 7.1 米，宽度为 3.7 米，高度为 4.3 米，重量大约在58至60吨之间。相较于同类国外涡轮机而言，更加轻巧紧凑。从技术层面来看，这款燃气轮机配备了15级高压可变导液进气压缩机，带有20根火焰筒的筒型燃烧室，以及直接驱动发电机轴的4级高压涡轮。GTD 的测试流程极其严格，包括72小时的满负荷连续运行，以在真实的电网条件下验证其性能和可靠性参数。首台机组安装在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乌达尔纳亚联合热电厂，这是该国最先进的联合循环发电设施之一。这项充满挑战的测试过程需要克服制裁带来的限制，并大量采用了增材制造技术，每年生产超过1500个部件，这大大提高了制造和设计的灵活性。目前，俄罗斯计划增加该型涡轮机的生产能力，目标是每年生产4台，这充分凸显了 GTD110M 型燃气轮机在增强俄罗斯能源独立性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通过以先进、高效、节省空间的国产解决方案替代高功率进口燃气轮机。总而言之，这款燃气轮机充分展现了俄罗斯在燃气轮机技术领域的卓越实力，它集紧凑的尺寸、
优异的燃油效率和强劲的功率输出于一身，并且所有性能都经过了全面的现场测试验证。这不仅满足了俄罗斯的战略能源需求，也突破了西方国家的技术限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GTD-110M 并非航空发动机，也不是为飞机提供推进力而设计的，它与商用或军用航空领域使用的涡轮风扇发动机有着本质的区别。其用途仅限于固定式发电，主要应用于联合循环发电厂和工业压缩机系统。因此，任何声称其将彻底改变航空业的言论都具有高度的推测性，并且缺乏具体的技术依据。迄今为止，尚未有任何官方公告或可验证的数据表明 GTD-110M 满足飞机推进系统所需的推力比、尺寸或性能指标。此外，包括可靠性、维护周期、使用寿命以及整体成本效益在内的关键运行细节仍然基本未知，这使得对其竞争力和长期可行性的全面评估变得困难。那么，为何这款涡轮机能够引发如此广泛的关注呢？围绕 GTD-110M 的热议很大程度上源于俄罗斯当前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西方国家的制裁切断了其从西门子、通用电气等企业获取高效涡轮机的渠道，而技术自主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由俄罗斯技术集团与联合发动机制造厂自主研发的 GTD-110M 被视为一项战略性的突破，标志着俄罗斯在能源基础设施自给自足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另一个关键的优势在于其紧凑型的设计，据称比西方同类产品更加轻便紧凑，这为电站的建设、运输和安装物流带来了实际的便利，有望降低成本并提升运行的灵活性。最终，这款涡轮机不仅是能源解决方案的象征，更代表着俄罗斯对国家韧性、工业进步和技术主权的追求。如果该项目能够顺利实现其承诺，那么其核心影响仍将集中在能源领域，增强电网的稳定性，支撑工业的增长，推动基础设施的扩展。这项国产涡轮技术的开发与推广将增强俄罗斯的技术独立性和应对挑战的能力，为未来大容量工业燃气轮机的发展铺平道路。虽然该涡轮机本身不会直接影响航空业，但其所代表的技术进步可能会间接地推动创新。从长远来看，或许能对航空航天推进系统和混合动力飞机发动机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实用的能源解决方案与该技术潜在的扩散能力相结合，既是真正令人振奋的希望之源，也引发了人们对其更广泛未来影响的某种模糊期待。来自 GTD 的改进是否有一天能够塑造未来的飞机发动机？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这款燃气轮机对于俄罗斯实现能源独立和工业复兴而言，无疑是一项重要的突破，但其对航空领域的影响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该设备是专门为固定式发电而设计的，并非用于飞行，其运作原理与航空发动机有着根本的不同。喷气发动机需要极高的推力比、紧凑的尺寸、轻质的材料，以及在快速变化的压力和温度下可靠运行的能力。这些严苛的条件远超地面涡轮机的承受范围。开发航空发动机还需要多年的深入研究、反复测试和严格的认证，以及先进的合金材料、精密的制造工艺和全面的安全验证。这些障碍再加上持续的制裁限制了关键材料和技术的获取，使得任何短期的航空应用都变得极不可能实现。尽管如此，这款燃气轮机仍然是一项具有国家重要意义的技术成就。在西门子、通用电气和阿尔斯通等西方供应商撤出合作之后，该项目完全由俄罗斯自主研发。该涡轮机通过确保稳定高效的国内电力供应，显著增强了该国的能源安全。其紧凑的设计与高燃油效率，使得它能够灵活地部署于火力发电厂，从而增强电网的稳定性，最大限度地降低停电的风险，避免对工业活动、交通网络及公共服务造成中断。这种可靠性有力地支撑着全国范围内的区域发展与经济稳定。除了其发电功能之外，该项目更体现了俄罗斯向技术主权和工业现代化转型的战略布局。在该项目研发过程中所取得的先进材料、制造工艺及控制系统等方面的突破，未来有望惠及航空航天、国防及新一代推进系统等高科技领域。虽然短期内难以对航空业的格局产生颠覆性的影响，但其所获得的技术积累或许可以应用于无人机、混合动力飞机及无人飞行器的微型推进系统。此外，通过扩大国内的发电能力，例如 GTD-110M 这类涡轮机的应用，可以加速电动汽车及混合动力系统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助力构建一个更清洁多元化的能源生态系统。
归根结底 ，GTD-110M 不仅仅是技术突破的象征，更是俄罗斯国家战略的具象化体现。其目标在于促进能源的自给自足，保障稳定的能源供应，以及实现长期的工业实力。它将需要多年的时间才能充分释放其潜力。但如果发展势头能够持续下去，或许将重塑俄罗斯在国内及全球能源市场上的地位，其产生的连锁反应甚至可能间接的延伸至航空领域。本次视频到此结束，感谢您的耐心观看，再见，期待在下一次的探索之旅中与您相遇。